大家好，欢迎收看牛老师不是马老师。今天我们聊的话题是恋爱软件开始认真了。恋爱软件可以说是互联网世界的点金石，网络科技的舍利子。在这几千年来，人类大海捞针，全靠缘分，在茫茫人海中找到另一半的世界观下，恋爱软件宛如一个被砸进海里的千吨磁铁，将大海捞针瞬间变成针头批发，瞬间将婚恋市场搅得天翻地覆。但这就像是大家都拥有了玩核裂变的能力，你是用来发电还是发射核弹，那效果是截然不同的。所以这就让人产生了新的刻板印象。搜索某约会 App 显示上怎么约，搜另一个某约会 App 搜的都是能约到吗？再搜另一个约会 App 出来的就是什么得吃3步骤，整个应用商店唯独这个图标长得像诺基亚开机一样的软件，搜索出来是被封号了怎么办？所以这个写着找对象就用它的恋爱软件究竟是怎么玩的？它到底有多不一样？今天就让我带大家一起探索一下吧。平时我们在软件里注册登录的时候呢，可以说是能多敷衍有多敷衍，恨不得手机号验证码什么的手机自动写进去算了。但找对象这件事就像找工作，简历不好好写，谁找你见面？我的建模还是要认真设置一下。不对，俗话说得好，只有身高1.78米的男生才会说自己1.8米，那我写1.8米不就等于惨遭大削吗？俗话说得好，只有身高1.8米的男生才会说。虽然下面写着不让上传他人头像，但你说的这个是建议，那建议我肯定是可以不听的。毕竟我朋友圈里拿自己照片当头像的10个里，有9个都是想在我身上赚钱的。不是，上传个头像怎么给我摄像头打开了？好，这么严格，我寻你要真实我呢。下一步呢，牵手就列出连续3个类似自我介绍的问题。说实话，除了当年找工作的时候，在简历上说自己熟练运用 Office 软件，突然叫我自我介绍一下，还真有点难。但这个输入框下方提供的这个范文就很好，譬如你喜欢什么样的人，想和他做什么，那我就可以和事例一样，从性格、恋爱、未来生活状态3个角度来介绍我的理想型。但是我现在最想找的就是一个记忆力好的，能记得住我家门密码的。那这回差不多了吧？我靠，进度条怎么还没走完？原来还要选择我的理想型，这里还写着选择越多推荐越准。那我多选点看看你推荐的有多准。不是，怎么哪都有这个王者？到现在注册环节这回就差不多结束了。总结来看，果然严肃，光自我介绍就写了3段，还真是不怕用户流失的。完成自我介绍后，首先会进入的就是推荐页。顾名思义，它会根据你刚刚选择的偏好来推荐女生。基本操作是熟悉的，左滑不合适，右滑还不错。头像右边的对号代表对方的身份和头像经过了实名认证，还有实时的在线标识。上方头像、年龄、职业都是重要的择偶标准，那下方标红的部分就刚好是你填写过的偏好。持续的左右滑了一段时间之后，我发现每一个女孩子都是根据我的某个偏好推荐的。那这个时候我就好奇了，如果我修改我的偏好，那实际上匹配到的会有什么样的差别？经过我的实验，这些标签都还是十分精准的。比如选择健身，系统推来的就是健身房做力量的；无论是选择养宠、会玩乐器，都直接决定自动刷新之后有哪些女孩会被推荐给你。最离谱的就是上滑之后可以点击看到女孩子的全部标签，让你瞬间对这个人有了一个初步了解。其他常见的爱好就不用多说了，还有落日余晖是人间挚爱这种语文高手，甚至细节到在陌生人面前会放不开这种充满人味的标签，真的比我还细。这就是标签的威力，它不会骗人，但是会放大。那反过来也一样，我把标签全贴自己身上好了，那不是所有人都能刷得到我。那这个时候正好有人和我匹配成功，这个聊天页面会以小窗的方式打开，那我这个注重效率的人立刻打个招呼，然后抓紧时间赶紧再喜欢几个。我还发现许多人的主页里都有一段语音，是以录音形式做的自我介绍。点击下方导航栏的我，找到待完善的资料，可以看到还可以添加一段我的声音，在这里录制的一段语音就可以显示在自己的主页里。Hello， 大家好，我是阮。不是，还可以看到对方的恋爱性格。回到编辑资料，找到恋爱性格测试，再写一张28道题的试卷来测试你的恋爱性格。如果滑到性格相仿的 tab， 就会显示对方的恋爱性格与你合适。好吧，上学的时候老师忘留作业了，我第一个溜走；着急谈恋爱的时候，我第一个找题做。正在仔细研究还有什么办法能让我赶紧匹配一下的时候，在设置隐私管理里，我发现牵手还有一个隐身模式。这个模式好啊，不就是我隐身了我的另一个女朋友，我的熟人朋友也发现不了我了，那我就继续滑呗。原来开了隐身模式之后，左滑和右滑都会被限制，也就是说开了隐身之后别人刷不到你，你也刷不到别人了。但是身为专业的软件测评博主，肯定是不会被那么轻易的限制的。我发现导航栏里的这个广场里有很多人依旧在根据我的喜好推荐，而且就和没隐身的时候一样，不仅能看到他们发的东西，还可以点开每一个人的资料，并且每个资料卡下方的喜欢按键却忘记去掉了。好，依然不行，只能偷窥别人的幸福生活，真成游客模式了。
那这个恋爱广场啊，我一开始还以为是公园里的告示牌边大家拿着自己的个人资料的求偶现场，而实际上像个评论区一样，动态里有很多标着同城的人，他们会像朋友圈一样写自己的日常，或者发一段视频记录生活。这时候我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在广场里经常可以看到2个人一起发一张牵着手的照片，这我就很受不了了，在找对象的软件里面秀恩爱，你怎么这么自私？然后我就来到了这个部分，不是，你们谁给我汽车之家打开了？这其实是广场的动态页面旁边的这个兴趣标签栏，点进可以发现，这里的兴趣标签足足有15个分组，每个分组下还有无数个小标签。现在是有推荐又有广场，一个软件当2个用，共同爱好都写得明明白白的。再不会聊，不行，哥们儿你就先单着吧。体验下来呢，从严格漫长的实名认证开始，它要求你用真实的头像和家乡，再一点点引导你充分的展示自己。整体的智能推荐逻辑也基于用户的兴趣标签，其实更像一位兴趣为核心的恋爱导师。那有了它，你已经算是为了更真诚的相遇做好了准备，保持你的憧憬，迎接接下来的相识相知吧。